女人掌勺，简直笑话！自古男人才能进后厨，否则就是亵渎灶王爷。这话要是被现代女性听到，让老公天天做饭，估计做梦都会笑醒。我叫江宁，前世是个米其林3星主厨，被黑心老板压榨，活活熬夜拒死。一睁眼就成了这大殷朝的丧门星长女。我从路边摊起家，一路做到了府城开酒楼。半个月前，我接到了大内发出的重磅消息，皇室要在4个月后举办天下第1名厨的选拔，而那也是我将酒楼开遍整个大殷朝的起点。大姐，先生说了，府学那边已经打点好了，让我随他读书。可我舍不得大姐，你一个人去帝都，谁给你打下手啊？现在你最重要的是读书，将来考取功名，姐还指望你养我呢。真的？大姐几时骗过你？好好跟着先生，家里有阿爷阿奶，也有二婶，还有赵伯赵英，你只管安心念书。等我拿回金匾，可是要检查你的学业的哦。我一定不负所望。哟，读了书变得文绉绉绉了。姐。宁丫头，帝都水深，万事当心。阿爷放心。二婶，府城这家酒楼以后就交给你打理了，账目我都留了底子，掌勺的手艺我也全交了，有赵伯派管事帮衬，出不了岔子。宁丫头，这么大摊子交给我，我这心里没底呀。你也是跟我一路从小酒馆做到大酒楼的人了，早不是当初那个只会喂猪刨地的二婶了。酒楼的进项留足家里嚼用和小叔的述书，剩下的按月记账。等我在帝都站稳脚跟，就派人来接你们。草儿，照顾好歹弟，要听阿奶的话。大姐，你要早点接我们去帝都呀，我还要吃你做的糖。一言为定。江丫头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，这一大家子，老夫替你看着，少一根汗毛，你拿刀削我。京都那5层仙楼就等你进京，好好震一震那帮眼高于顶的京城大厨。没想到我江宁重活一世，竟攒下这么多要护着的人。走吧，赵伯，进京。好一座帝都，这里的风都比府城多了3分傲气。江丫头，你看那栋5层的，那就是咱们的江记。老夫把招牌都备好了，就等着你来，今日就挂上去。赵伯，招牌先别急着挂。不挂招牌，那咱们开张。开张之前，有件更要紧的事。想在这帝都立稳脚跟，我得先摸清这满城人的嘴。按照现代思维，开酒楼前市场调研可不能少。赵伯，我们就穿这身寻常衣裳陪我逛逛。逛街？江丫头，咱们那5层楼还空着呢。急什么？饭要一口吃，路要一步步看。这开店跟打仗一样，要知己知彼。赵伯，你看那家聚珍楼，那可是帝都数得上号的老馆子，怎么了？进去瞧瞧。怎么样？堆料，光会往里堆山珍海味，一点巧思都没有，味道寡淡，而且死贵。哎，你别说，是有点闷，可帝都的贵人就好这口啊，讲究个体面。体面能当饭吃？不过还好，由我来拯救帝都的贵人。天啊，太天罡！没盐没鲜，寡淡如水。这帮苦力一天到晚就吃这个，大哥，天天吃这个不腻得慌？腻，能填饱肚子就烧高香了。热乎的有滋味的，谁不想吃？
又吃不起呀。平民市场也是一片空白。这大热天就喝这个？姑娘说笑了，不喝这个吃冰啊，那是贵人才有的东西。他们生来富贵，我们平民有口凉水润喉就不错了。夏日燥热，原来这里和府城一样，市井同样缺冰。好得很。这满城的馆子，翻来覆去就那几样，吃的人嘴里都要淡出鸟来了。唉，可不是，前儿个我家老爷子过寿，请遍了名厨，还是那老三样。贵人不缺山珍海味，缺的是新鲜，是没吃过的花样。回吧，赵伯，该摸的都摸清了。江丫头，逛了一整天，你到底看出啥门道了？赵伯，我先问你，这帝都缺吃的吗？缺啥？山珍海味遍地都是，怎么会缺？对喽，帝都什么都不缺，不缺贵，不缺料，不缺规矩，可它缺3样东西。哪3样？一缺新，老字号几10年一个方子，贵人早吃腻了，就盼着新鲜花样。2缺馋，平民一天到晚清汤寡水，手里没几个钱，谁不想吃平价又好的吃食？3缺凉，这大热天满城求冰，谁能变出凉的来，谁就攥住了整座帝都的嗓子眼。妙啊！新、馋、凉这3样，你哪样不是拿手好戏？赵伯，明天开始，咱们不急着挂招牌，先把这3样东西一样一样给它备齐了。赵伯，你抬头看看，这楼有几层？5层啊，怎么了？5层楼就该做5层楼的生意，我打算这么分。底下这层敞开门做平民快食，人来人往，图的是个快字，炸鸡凉饮盖饭，铜板一拍就走，专引底层的客流。那2楼呢？2楼摆雅座，做些精细炒菜待客的席面，给那些手头宽裕的商贾做。那3楼？3楼请贵客，临窗雅间，只做最金贵的席面，贵人要的是脸面，是稀罕。这一层就是咱们江记的门面，1层引流，2层赚钱，3层撑场面，妙啊！这买卖还能这么做？ 1层薄利多销攒人气，2层稳赚，3层竖招牌，这叫金字塔。定位是骨头，可要撑起这3层楼，光有花样还不够，得有一样谁也偷不走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赵伯，你尝过这么多山珍海味，可知菜好不好吃，最要紧的是什么？料好，火候到。都对，但都不是根本，根本是一个鲜字。聚珍楼那帮人靠的是一锅吊了几个时辰的高汤提鲜，费工费料还带不走。可我有更狠的法子，这鸡肉得低温烘干，磨成细粉。鸡肉还能磨成粉？不止鸡肉，火大1分就焦，鲜味全毁；火小1分憨不透，磨不成粉。就得这么用微火，慢慢逼出水汽，把那股鲜牢牢锁在肉里。光有鸡肉粉，鲜味太单一，压不住味。干香菇磨的粉，提那股子醇厚的香；干贝磨的粉，调出海里的那口鲜。香菇提香，干贝增鲜，2样一凑，那鲜味更有了层次。赵伯，尝尝这碗白水。这白水怎么会这么鲜？鲜得我舌头都要掉了，比聚珍楼吊1天的高汤还霸道。这叫鲜粉，往后咱们所有的菜一租下去，鲜味翻倍。这方子要是传出去，传不出去，配料人人都识得，可这比例和火候，他们8辈子都凑不出来。往后调粉，我一个人关起门来弄。赵伯，头一道亲民的招牌菜，我想好了。什么菜？番茄炒蛋。番茄炒蛋，这不就是我们店里的家常菜吗？是家常菜，可帝都没吃过啊。蛋要嫩，油温得够，下锅一冲就起，秘制金黄提鲜细腻。这番茄炒蛋怎么就这么下饭呢？我一个人能盖下3碗饭。家常味做到极致，越勾魂。这道菜配1碗热饭，几个铜钱就能吃饱。1楼的头摆就它了。赵伯，你去寻几家好手艺的匠人，照这图样给我打3种杯盏。3种？做买卖用1种碗不就得了？客分3等，器物也得分3等。这个叫琉璃盏，晶莹剔透，专给3楼的贵客盛凉饮。要的就是那份看得见的金贵。这是竹节杯，竹子做的，带盖，能拎着走，给2楼的商贾还有想带走的客人用。这个粗陶碗最便宜，1楼平民用，图的是个结实耐摔，还不占本钱。同样1碗凉饮
装进琉璃盏就能卖出10倍的价。贵的不是水，是那份体面。江丫头，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？连个碗都能算计出这么多门道。做生意处处是学问，现在还差一炮而红的东西。赵伯，图纸拿去吧，我还得再琢磨一样能点燃帝都餐饮界的宝贝。赵伯，你先歇着，这样宝贝我得一个人琢磨。前世行军打仗赶路的人都用自热的干粮，原理简单的很，生石灰遇水放热，这点热足够把一盒饭菜焐得滚烫。这东西帝都遍地都是，泥瓦匠砌墙都用它，便宜得很。好家伙，这热劲儿够猛，烫手。可这么直接浇太危险了，还溅得到处都是，得想个法子把它裹起来，纸包透气，水能渗进去慢慢反应，热又散得匀，这样一来就不会一下子炸开，也不烫手了。一个套一个，外头大的装水和石灰，里头小的装饭菜，中间隔着一层，热气捂着，饭菜就热了。就是这个缝，垫石灰包正好。1、2、3，热了，真的热了！这方法可行，去装上真饭菜，试试到底能不能吃。古人赶考行商走远路时，最愁的就是没口热乎饭，干粮啃到吐，冷饭伤肠胃。要是能随身带一盒，走到哪儿热到哪儿。烫，滚烫，跟刚出锅的一个样。成了，成了！一个陶盒，1包石灰，1点凉水。古代版自嗨锅一出，走到哪儿就能吃到哪儿。江丫头，你那宝贝琢磨出来没？能，就这个。一个破陶盒子，这有啥稀奇的？稀奇不稀奇，你尝尝就知道。热的，这饭菜怎么是热的？没生火，没点炭，怎么就热了？靠的是这个，石灰遇水生热，把它垫在夹层里，灌上凉水，饭菜自己就热了。我的老天爷，这盒子会自己烧火？我叫它行脚锅，我叫它行脚锅。赶考的书生，跑商的行脚，走远路的客人，身上揣一个，走到哪儿热饭吃到哪儿。这东西要是摆出去，还不得被抢疯了？不只是抢，这行脚锅卖的是热，可它真正的用处还在后头。赵伯，这行脚锅的陶盒你多定些，往后要靠它走进高门大户的府邸。定，要多少定多少。鲜粉缠粮我都备炒，3色杯盏行脚锅万事俱备。赵伯，挂招牌吧，将计该开张了。开张喽！赵伯，头一天就做番茄炒电盖饭。江丫头，可帝都没人吃这玩意儿啊，都说那是狼桃，是喂鸟的，就看着喜庆。这番茄酸甜多汁，是天生的下饭神器。赵伯，你就瞧好吧。瞧见没？我这不好好的。新开的铺子，头一天就吃毒果，这是要做。嘴长在你们身上，等会儿香味出来，看你们还退不退。蛋要嫩，油热了一冲就起，多一吸都发老。出汁了，这一锅红汤就是精华，最后这一下才是灵魂。鲜媚质一掉，档次立马翻3倍。番茄炒蛋盖饭，3文钱一碗，头10碗不要钱，谁敢尝谁先来。江掌柜，这真没毒。老张信不过我，我先吃给你看。罢了，豁出去了，给我来一碗。这红果子怎么这么下饭？又酸又甜，裹着这滑嫩的蛋，绝了！再来一碗，我给钱。我也要一碗，给我也来一碗尝尝。好家伙，方才还说有毒，躲得远远的，这会儿抢得比谁都凶。江掌柜，明儿还有这炒蛋盖饭没？有，天天都有，不光有盖饭，往后还有更多新鲜花样。成，那我天天来。江丫头，就一道炒蛋，头一天就这么火？这才哪儿到哪儿，番茄炒蛋是先让街坊认认我江记的门，
真正压站子的硬菜还没上呢。赵伯，去后厨把那条活鲫鱼提来。我就知道，酸菜鱼这镇店的宝贝也该亮出来了。想当初在青石镇，就这一盆酸菜鱼，把那帮人馋的眼睛都直了。正好给帝都人开开眼。赵伯懂我，明天就让这满街的人尝尝鱼能鲜成什么样。酸菜还能配鱼，这鱼腥气加臭腌菜，不是臭上加臭，能好吃？别是坏了的鱼，拿酸菜盖着味儿吧。腥线一去，土腥味就去了大半，这是关键。古人光会拿姜葱盖腥，治标不治本。淀粉和蛋裹一层，锁住水分，鱼片才滑嫩不散。酸菜鱼，谁来首次品尝？我来。这鱼肉比豆腐还嫩，竟没有半点腥味。这汤又酸又辣又鲜，我这口水都止不住了，绝了！这辈子没吃过这么鲜的鱼，给我来一盆。银钱炒蛋抓住了街坊，酸菜鱼镇住了商贾。江记这块招牌算是在朱雀街扎下根了。这血王滑的入口就化，这毛肚脆生生的，又麻又辣又鲜，我这3碗饭都不够扒的。赵部把那几坛熬好的乌梅底子搬出来，再把柴房里的碎冰凿一盆上来。这黑乎乎的一坛子，能是什么金贵玩意儿？你看着，再浇点食用碱粉补气。活了，这水自己活了！别咋呼，趁着气足，赶紧灌一大口。够心凉啊！这气儿在嘴里蹦跶，太得劲儿了。味道能超，可这一口气谁也偷不走。赵伯，这快乐水得分层次卖，同样一碗水装进不同的杯子，就是不同的价。贵客用这个，晶莹剔透配碎冰，一盏卖3两。三两？你咋不去抢？抢哪有这个来得快？2楼商贾想带走的，用竹节杯，带盖能拎50文一杯；1楼平民粗陶碗就行，10文一碗。同样一碗黑水，这价能差出几十倍。贵的不是水，是优越感。贵人喝的是稀罕，是别人喝不起的排场。这价越高，他们喝着才越有面子。一物三卖，各取所需。奢侈品的价从来不看成本。江记有种黑水会自己冒泡。3楼那帮人的银子不赚白不赚。透心凉，痛快！这大热天一碗下去，人都活过来了。带盖的还能拎着走，妙啊！各位客官，赶远路进京赶考的，看过来，这行脚锅走到哪儿，热饭吃到哪儿。当真？我常年在外跑商，路上啃了半月冷干粮，胃早遭不住了。有了这个，往后走南闯北，热饭热菜吃到哪儿，这罪可就少遭多了。江掌柜，再进些货吧，我们商队一人得备一个。那请先预定，我这边记录下。江丫头，才开张几天，这进项这才哪到哪儿？开业前的调研没白做，辛、馋、凉我们全占了，生意火成这样正常。可是赵伯最近得多留个心眼，咱们抢了这么多生意，估计有人要来找麻烦了。江掌柜，还有快乐水没有？我从城西跑了半个时辰。开张不过半月，帝都的嘴算是被我攥住了。江丫头，你猜咱们这半月进项多少？3000两还挂零？多少？老夫做了半辈子生意，没见过这么来钱的。邪门了！客人呢？客人都上哪儿去了？这江记到底施了什么妖法？掌柜的，还能上哪儿？全挤那江记去了，连咱们的老主顾张元王一家，昨儿都拎着竹节杯从江记出来。我聚珍楼的100年基业，绝对不能毁在这黄毛丫头的手里！反了，一个乡下来的丫头片子也敢抢老子的生意！再这么下去，咱们这些100年的老招牌都得喝西北风。只要咱们几家联合说动行会出面打压，这死丫头的铺子迟早得关门大吉。那江记来路不明，仗着几样奇技笑妙，把规矩都搅乱了，不能忍！咱们联名告到行会去。江记，就是朱雀街新开那家。正是，行长，那丫头邪门的很，卖什么会泡泡的黑水，自己烧火的盒子，把满城的客人都勾了去。我们几家老字号如今门可落落，再这样下去要关门了。哼，一个女娃不在规格之中，抛头露面开酒楼，成何体统？自古掌勺的哪个不是男人？一个丫头没经过行会，也配在朱雀街里招牌？行首，您可得替我们做主啊！是啊，这行会的规矩总不能让个乡下丫头踩在脚底下。这天业城的善业规矩，都是我郑某人说了算。各位放心，我这就去会会他，断了他的食材，我看他这火还能烧几天。哪位是江掌柜？我就是。这位老爷是来吃饭的。吃饭？
我乃帝都善业公会的行首郑贵，今日是特意给你指条明路来的。哦，愿闻其详。女人掌勺简直笑话，自古只有男人才能掌勺，否则就是亵渎灶王爷。这话被现代女性听到，想着老公天天做饭的样子，估计做梦都会笑醒。郑行首这话说的可真新鲜，合着你府上的女人做饭伺候你们，就不算亵渎灶王爷了？你少跟老夫贫嘴！天玄城的善业，几百年来都是我们行家说了算。你一个外来的乡下丫头，竟然敢坏我的规矩！那么从今日起，全城谁敢卖你一片食材，就是与行徽作对。断了你食材，我看你这席面还怎么摆？郑行署，你这一趟可真是白跑了。白跑？你断我食材是吧？你睁眼瞧瞧，这满堂的客人吃的都是什么？这炸鸡用的是城外农户的鸡腿，这盖饭用的是寻常番茄鸡蛋，这快乐水一坛优美几块碎冰。郑行首，你倒是断给我看看。你这是歪门邪道，上不得台面的贱食！我这店的根扎在平民百姓身上，又不是只赚贵人的钱。贵人绝不会来吃，是吗？那3楼雅间一盏3两银子的快乐水，得提前3日预定。郑行主要不要上去瞧瞧，是哪些贵人在抢着喝我的贱食？好一张利嘴！你别得意，断不了你的鸡腿，老夫还断不了别的。这天玄城的高门大户，我倒要看看谁敢来给你这丫头捧场。到哪儿都有自恋的人。江丫头，你可真敢呐！那可是善业公会的行首，把他得罪死了，往后咱们那3楼的席面，3楼的贵客生意确实得靠抱身翅大，可要打开贵人的门，靠的从来不是求他们赏脸。那靠什么？靠的是让他们的嘴先馋起来。平民的胃我攥住了，接下来该往那些高墙深渊里递一把钩子了。那把钩子也是平民疯魔的吃食，只是缺个契机送进合适的门而已。清欢，你鬼鬼祟祟藏在袖子里的是什么东西？公主，您先别嫌弃，这味儿倒是新鲜。朱雀街那家江记的，全城都在抢，我排了半个时辰才买着。市井时时罢了，本宫连御膳都吃腻了。那您就赏脸尝一小口嘛。这外皮怎么能脆成这样？御膳房那些炖的稀烂的鸡，跟这个比，简直像在嚼草。公主再看这个，这叫快乐水，据说会自己冒泡，喝下去透心凉，黑乎乎的，能喝。好凉，好舒坦，这气儿在嘴里蹦跶，太有意思了。民间竟有如此神奇的饮品，我就说公主会喜欢。清欢，明日你再帮本宫去买，多买些，本宫要天天吃。公主，坏事了！江记那炸鸡一凉就疲软了，快乐水的气也跑没了，路上耽搁久了，味道差了一大截，那可如何是好？难道本宫又要回归苦日子了吗？公主别急，江记的掌柜给了个法子，他管这叫醒饺锅。醒饺锅？咦，这盒子不生火，怎么自己就热了？脆的，还是脆的，跟刚出锅一个样。这江记好有意思，这么多新奇玩意儿。公主，江记又出了几样精细菜，说是专给女眷做的。可那铺子里的伙计说，有些菜太娇气，非得当场做当场吃才成。当场做才好吃啊？是，听说有一道叫猪蹄牛乳燕的甜汤，还有冰镇的芋泥。走，本宫要出宫。公主使不得，您私自出宫，若是被陛下知道，哼，怕什么？本宫这是去体察民情，天黑前赶回来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再说了，本宫这些日子胃口大开，脸色都红润了，父皇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你家掌柜的在哪儿？我家公子想尝尝你家那女眷做的迷细菜，寻个清静的雅间。这身端气度，这养尊处优的手，绝不是寻常人家。我就是掌柜江宁，2位贵客楼上请。猪筋牛乳燕，公子请慢用。这珠子
怎么会这么有嚼劲儿？燕窝我吃过无数回，从没配过这做法。公子，这甜汤比家里厨子做的强100倍。公子若喜欢，后头还有更妙的冰酪香芋泥，夏日吃这个最是消暑安神。神了，这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吃食？掌柜的，你这手艺给达官贵人做席面都绰绰有余。公子谬赞，小店本想做贵客的生意，奈何善业行回的郑贵放了话，断了我全城的好食材。如今这店只能靠炸鸡凉饮，做些平头百姓的买卖。什么？一个卖菜的行回也敢断你的货？这郑贵好大的胆子！商户人家斗不过行会，认命罢了。认什么命？本公子记住你了，你这手艺不该被埋没在这条街上。过几日你等着，定有贵人上门替你出这口气。钩子放下去，大鱼咬钩了，还是条大黄鱼呢。大姐，不好了，后厨的赵三儿他往汤锅里下东西。果然，郑贵那老东西明面上断供不成，就来阴的了。住手！赵三，我将计待你不薄，说谁指使你的？我没有，我就是来添水的。添水？巴豆粉、泻药、巴豆下汤，你是想让我将计一夜之间成黑店？郑掌柜饶命，是行会的郑贵，他给了我50两银子，逼我下药的呀。郑贵，又是公主殿下驾到！公主殿下千岁！民女江宁参见公主殿下。民女江宁参见公主殿下。果然是条大鱼，前几日那位公子竟是当今最得宠的公主。免了，江掌柜，本宫今日是特意来给你撑场子的。听好了，江记这店本宫罩着，今日整座楼本宫包了。公主亲自包场，这乡下丫头的店究竟什么来头？殿下来的正巧，方才后厨抓了个投毒的贼。投毒？何人如此大胆，敢在本宫要来的地方动手脚？回殿下，是行会的郑贵，花50两银子买通汤锅里下把豆。郑贵，又是他！死丫头，都是你害的！公主小心！妖女！下一刀削的就不是头发了。好一手飞刀，江宁，你这胆识身手，本宫喜欢。让殿下受惊了。受什么惊？本宫看得痛快。来人，把这投毒的贼子拿下，连同那买萌的郑贵一并锁了，送去京兆府候审。这是本宫的鸾鸟令，往后在这天玄城，谁敢再动你江记一根汗毛，凭此令，如本宫亲临。这块牌子比100个护院都好使。郑贵那道断供令，今天算是彻底成了废纸。民女谢殿下厚赏。谢什么谢？快去把你那燕窝甜汤再给本宫端一碗来，本宫今日要吃个够。公主亲赐鸾鸟令，将计一夜之间水涨船高。江丫头，你可真是深不可测呀，连公主都替你撑腰。这下咱们江记在帝都算是彻底站稳了。站稳未必，郑贵栽了这么大的跟头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赵伯，这郑贵被下了大狱，可他背后那张网未必断得干净。怕他作甚？咱们有公主的鸾鸟令，他郑贵再横，还能横得过金枝玉叶？但愿吧。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这帮人斗不过明面，就该在阴沟里下更狠的黑手。诸位，郑贵一倒，咱们这些老字号往后可就没了主心骨啊！郑行首下了大狱，可咱们的生意好被那江记抢得一干二净。再这么下去，咱们几家都得关门大秦。那江记有公主撑腰，咱们斗不过，难道就默默等死？明面上不行，那送个阳谋。郑贵背后可不止行会这一层。你是说幕后黑手？郑贵办事不力，栽了。你们几个倒是会来寻本官。大人明鉴。
那江继妖女坏了行会的规矩，更损害了您的威严。她仗着公主撑腰，往后怕是要爬到大人您头上去啊！哦，她一个厨娘如何爬到本官头上？小人斗胆。听闻小皇子近日害了病，不肯进食，瘦得脱了相。若是把这病根扣到那碗黑水上，妙。黑水无火自沸，本就透着邪气。一个妖法害了龙嗣的罪名，便是公主的鸾鸟令也保不住他。此事本官替你们办了。开门，奉旨拿人。你就是江记掌柜江宁？正是民女。不知君爷深夜围楼，所谓何事？有人手告你以妖法炮制黑水，毒害小皇子。如今小皇子病危不醒，陛下震怒，来人拿下！好狠，拿一个孩子的命来做局。慢着，君爷，我那黑水全城百姓天天喝，怎不见一个中毒的？单单小皇子喝了就病危，这里头的蹊跷，君爷难道看不出？本将只奉命拿人，你有天大的冤屈，也得进宫，当着陛下的面去说。君爷，其中定有误会，江丫头有公主的鸾鸟令啊！毒害龙嗣是死罪，便是公主的令牌也保不住他。赵伯，别慌，我和他们进宫一趟。小皇子若真是因时得病，那还有转机。那这天底下没人比我更懂食疗了。大胆，见了陛下还不下跪！民女江宁参见陛下。大胆民女，你以妖水毒害皇子，还不从实招来？陛下，民女那黑水，全城百姓日日都在喝，若真有毒，早该横尸满街了，何以单单皇子中招？伶牙俐齿！老夫为皇子诊脉多日，皇子乃是脾胃虚寒、实质成疾的绝症，正是你那阴寒邪祟的黑水坏了皇子根本。脾胃虚寒，实质成疾，一群连病理都摸不清的老古董，张口就是绝症。钱凤玉，敢问皇子近日可是闻到饭菜味就恶心反胃？你怎知？哼，这正是脾胃败坏之象。那皇子的嘴角是不是烂了口尖，久久不愈？指甲盖上是不是起了白点，还一暗一个坑？这丫头怎么句句都说中了？你究竟是何人？为何会知道这些？机会来了，要么现在被拖出去砍头，要么绝地翻盘。回陛下，民女略通食养之道，恕民女捣胆。小皇子的病，我能治。放肆！区区厨娘也敢妄言医道！陛下，可否让民女看一眼小皇子？若我说错一句，任凭陛下处置。准。带他去看六皇子，若敢有半分闪失，朕诛你9族。我不会把脉，但看病不止把脉这一条路。眼睑苍白，一丝血色都没有，是明显的血虚。口腔溃烂，舌面光红，这是缺了要紧的东西，缺铁性贫血。所有症状都对上了，指甲脆薄，还有白板凹痕，错不了。陛下，小皇子这不是绝症，是常年只吃精细白食，五谷菜蔬吃的太少，身子缺了滋养的根本，才日渐虚弱，没了胃口。一派胡言，一派胡言！皇子金尊玉贵，吃的都是天下最好的。最好的？钱凤玉，你可知皇子这半月喝了多少副苦药？这为医者对症下药，自然对症。孩子本就没胃口，你们再灌一肚子苦药，苦得他一闻饭菜就想吐，这叫雪上加霜。你们不是在治病，是在把一个孩子活活饿垮。钱凤玉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陛下，老臣也是依古方施治。陛下，民女愿立军令状，不用一味药，3日之内让小皇子重新进食。若做不到，民女以死谢罪。你可知欺君可是死罪？民女句句属实，救不活孩子，我便是罪该万死。可若救活了，恳请陛下还民女一个清白。再彻查，究竟是何人栽赃我的黑水，
并且构陷龙寺。准了，朕给你3日，御膳房任你调用。若真如你所言，朕定要那幕后黑手血债血偿。不过，朕的皇儿出不得半点差池。这是朕的贴营禁卫冷萧，你进御膳房，他寸步不离保护你。这是要防我动手脚，正好也是给我做个见证。你用的每一样食材，他都要过目；你做的每一道菜，他先尝，再入皇儿之口。若菜里真有毒，他死在你前头，你也活不过一炷香。陛下这个安排正合民女心意，有冷大人盯着，民女做的东西干不干净，一验便知，省得日后再有小人拿下毒2字泼我脏水。去吧，冷萧，看好他。遵旨。把御膳房最鲜的春笋、咸肉，还有1块栗蓬芋头都给我取来。孩子的胃被苦药折腾坏了，重口味绝不能碰。干净。头一步得用最清最鲜的味道唤起食欲。春笋要取最嫩的尖，硬润如玉，鲜甜不涩，最能开胃。荤素相配，鲜味才有层次。明火煮汤一浑，隔水炖出来的才清的能照见人影。火要匀，1个时辰，鲜味自己就渗出来了。这能有味儿？味儿全在这汤里头。孩子饿了半月，脾胃早就虚透了，还需养胃。取小米来熬粥。熬粥？给皇子治病就熬碗粥？对，就熬碗粥。小米最养脾胃，久饿之人就得先用它把肠胃唤醒。火不能急，得小火慢熬，把米油都熬出来。这层米油是一锅粥的精华，最滋养，也最好刻画。就用它给孩子的胃垫个底。春见鲜笋中小米油，冷大人请腌菜。无毒，寻常小米竟也能熬得这般香。可以了，我们给小皇子送膳吧。好香。小殿下，饿坏了吧？先喝口这个垫垫肚子。还要吃。你饿久了，一次不能吃多，再尝尝这个鲜的，就1小口。好喝。姐姐，我还要。他吃了，皇儿开口吃东西了。娘娘，今日到此为止，切不可再多喂。饿久了的身子急不得，往后头3日只喝这米油和清粥养着胃，3日后再一点点加鲜汤、蒸蛋、软烂的菜蔬。至于那些苦药，不许再碰了。都听你的，你说怎么养，本宫就怎么养。为了一己私利，竟敢构陷有功之人，敢用朕的皇儿当筹码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！真是好大的胆子！陛下，那几个掌柜栽赃构陷，其罪难赦，可他们背后还有指使之人。果然，这条线怕是要断在这儿了。为了一口饭碗，把命都搭进去了。江掌柜，那位大人脱罪了，他一口咬定是那几个掌柜叛污，与他毫不相干。陛下竟也就这么算了。意料之中，朝里还有一半的人替他说话。陛下要的是平衡。赵伯，背后之人未死，估计不会放过我们。近期我们虽说有公主还有小皇子这层关系，对方不敢有大动作，但还是要小心行事。等我拿下天下第一厨，我们就有底气了。一个连陛下都要顾忌3分的人，他既然敢拿龙嗣做局，那万寿大宴上，他一定还会出手。来吧，正好，我倒要看看一个躲在暗处的老狐狸能翻出什么花样。江掌柜，这天下名厨齐聚，你一个女流之辈，真敢来凑这个热闹？苏师傅这话问得奇怪，陛下的令牌在此，我凭什么不能来？哼，一个靠着炸鸡黑水糊弄平民的丫头，也配跟我们这些正经厨子同台献艺？懒得扯皮，浪费精力，等大宴那天用菜堵他的嘴。江丫头，那些顶级食材
我都替你备齐了，辽参、干鲍、鱼翅、花椒，全是最好的。有劳赵伯，这些金贵货看紧了。那位大人还没露面，未必是没动静。放心，库房我加派了人手，苍蝇都飞不进去。那条大鱼绝不会让我安安稳稳站上御宴，就看他暗手怎么出了。不好了，江掌柜走水了！江丫头，烧起来了！参赛食材全烧没了！完了完了，明天就是大宴，食材全烧光了，这可怎么比呀？那位大人，这是要断咱们的活路啊！哟，江掌柜的食材烧没了，没了鸭场的硬菜，明日这御宴怕是要出丑喽。我看啊，还是趁早退了吧，免得丢人现眼。火油，人为纵火。赵伯，省点力气，别嚎了。火烧眉毛了，你还这么镇定？没了顶尖食材，可怎么办？那些算什么？堆一桌山珍海味，那是厨子里的下场。真正的强者从不抱怨环境。赵伯，你去御膳房，别的金贵东西一样都不要，只给我取最寻常的白菜、萝卜、豆腐，再来几样稻黍、荠麦破的五谷杂粮。白菜、豆腐、杂粮，江丫头，那可是给陛下和满朝文武吃的御宴啊！你拿这些庄稼汉的口粮上桌，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哈哈哈哈！白菜豆腐，我当他有什么本事？诸位听听，他要拿豆腐白菜去比我们的熊掌鱼翅。这天大的笑话，我苏鹤年活了60年，头一回听见。苏师傅笑得这么早，就不怕明日笑不出来？食材可以烧，手艺烧不掉。你越是想把我逼到绝路，我越要让全天下看看，什么叫大巧若拙，什么叫真正的天下第一。白菜豆腐见理智清明，萝卜鱼丸遇四海升平。他们炫技炫料，我就反其道而行，返璞归真，大道至简。这一桌才是真正的杀招。明日御宴，就让你们瞧瞧一盅清汤能翻起多大的风化。万寿大宴，各展厨艺，献菜开始。江掌柜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今日献菜可比的是真本事。你那筐白菜豆腐可别熏了圣驾。前世顺手的家伙，片刀、雕刀、桑刀、剔骨刀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让你们开开眼。这是什么刀？奇迹语术罢了。刀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苏师傅，还是先顾好你自己的锅吧。4口锅，你一个人看得过来4口锅？少见多怪。前世在酒楼被黑心老板压榨时，还要控10锅。这丫头4口锅一起看着，竟一点不乱，火候下料的时辰分毫不差。这份手上的功夫倒是稀奇。嫩豆腐一碰就碎，可我偏要把它片成如意。豆腐那么软，它竟能雕出花样，一点不碎。陛下，此菜名为清白如意，寓意励志清明，事事如意。青白两色倒是应景。这汤，豆腐嫩而不散，白菜清而不寡，淡而有味，大巧若揪，好一个清白如意！一块豆腐，一撮白菜，他怎么就做出这般味道？头一道不过是开胃，真正的刀工雕工还在后头。第2道菜和清海宴。哼，又是庄稼汉的下饭菜，一根萝卜你还能雕出花来不成？苏师傅好聪明的样子，还真就雕给你看。这是拿刀在萝卜上作画，薄要薄到透光，纹要纹丝不乱，这一手叫片雕。薄成这样，还能保住浪纹不碎，这刀工神了！这不可能。萝卜有生腥气，得用鲜汤煨透，鱼蓉要顺一个方向搅打上劲，鱼圆才嫩得入口即化。温水汆熟，不能滚，一滚鱼圆就老了。陛
陛下，和清海岸，寓意四海升平。入口即化，这鱼圆嫩得没边了，看似家常萝卜鱼丸，内里却是登峰造极的火候。四海升平，和清海岸，好菜，好意头。一根萝卜，一块鱼肉，他怎么就做出了这般花样？苏师傅，我劝你还是先看好你的锅，2道下去，他们的眼睛算是被我喂刁了。接下来这道五谷丰养，得让陛下尝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。第3道五谷丰养，这道菜要的是整肉去骨和那五谷入魂的功夫。苏鹤年，你就瞪大眼睛好好看着吧。第3道五谷丰长，整料去骨讲究的是手上的巧劲儿，刀走在骨缝里，皮肉一分不伤。整根骨头剔出来了，外皮竟一点没破。这刀在皮肉里怎么走的？我怎么一点都没看清？扎孔是为了让味道渗进肌里，五谷粉是这道菜的魂。为何要分3次撒入五谷粉？一次撒进去太多，骨粉会结块，还发苦。分3次，骨香才能一层层慢慢渗进肉里。陛下，五谷丰商，寓意五谷丰登，民生富足。肉炖得这般酥烂，切成方块却丝毫不散。这肉里头还藏着五谷的香气，哈哈哈哈！民以食为天，好一个五谷丰长，好立意。这道白菜心看着简单，实则不简单。陛下，您看他这道菜，清水泡白菜，这分明是敷衍圣上，欺君罔上啊！苏师傅这般急，是怕我这道菜把你最后一点脸面也比没了？你，陛下尝过，便知是不是清水。这是何物？竟鲜到这般地步！回陛下，用老母鸡、火腿、干贝吊足6个时辰，再以鸡茸3次扫汤。扫汤？如此反复3次，滤尽一切油腥杂质，方得这一沾清而不寡、鲜而不厚的上汤。一沾清汤，寓意地体康健、国硕绵长。好，大道至简，此乃朕生平所尝天下第一的绝味。我熬一辈子的熊掌鱼翅，竟比不过他一盅清水泡白菜。5道菜还差最后1道，这最后一手不炫刀，不炫料，炫的是一个厨子的胸中山河。最后一道山河一线面。一碗面，你也敢往御案上端？面要揉到光滑筋道，才能拉得细，拉得韧。面条能细成这样，单根穿针孔，煮而不坨不断，才是面道的极致功力。陛下，此为山河一线面，面细如丝，单根可穿针孔，煮而不断，寓意山河一统，江山绵长。好一个山河一线，心思、手艺、立意，样样都是登峰造极。启禀陛下，尚有几位厨子的菜品。不必了，朕吃饱了。那些山珍海味毫无新意，朕这半辈子也吃惯了。堆金砌玉不如一盅清汤。朕要的是这胸中的丘壑，是这盘中的乾坤。这天下第一的名厨已有定断，不必再比了。江宁，民女在。你这5道菜，不炫料，不媚俗，清白如辟见清明，和清海晏育生平，五谷丰壤念民生，清宁万寿助国祚，山河一线盼一统。厨艺大道至简，管中窥豹见胸襟。传朕旨意，传朕旨意！江宁厨艺通神，立意中正，深得朕心。赐天下第一名厨金匾1块，御笔亲题，昭告天下。陛下圣明。食材被烧又如何？天下第一这块匾，我江宁还不是稳稳拿下了？今日我拿了天下第一，有了立身的根本。你这条藏在深水里的老鱼，等我再沾高血，便回过头来，连你的根一并拔了。江掌柜，那金匾真是御笔亲题的？天下第一，咱们朱雀街出了个天下第一啊！江掌柜，往日行会多有得罪，往后你有任何吩咐，行会上下无有不从。风水轮流转，当初骂我亵渎灶王爷的，如今倒学会做揖了。行会的规矩该改改了，往后凭手艺吃饭。
不论男女。大姐，考教你的学问，可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先生说我的文章能进府术前3。大姐，我长高了！大姐，我长高了，能够着灶台了！想当初在那漏风的茅草屋，哪敢想有今天呢？阿爷，苦日子一去不回了。江丫头，如今咱们有玉匾，有公主，有帝都这栋楼，这天下的富贵都齐活了，后半辈子躺着享福就成了。赵伯，一栋楼喂不饱这天下人的嘴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看这满街的人，帝都有，府城有，天下的每一座城都有，可他们未必都吃得上一口姜记的好味道。我要立一套姜记的章程，给方子，给器物，教手艺，让人挂咱们的招牌，按咱们的规矩去各地开店。把方子交给外人，那咱们不亏了？不亏，开一家是一家的招牌，开100家就是一张遍布天下的网。他们赚的银子，咱们抽3成。100家不止，可核心的东西绝不外传。这鲜粉的配比，快乐水的方子，还有那吊汤的功夫，只由咱们总号统一供料。他们能挂我的牌，卖我的菜，却偷不走这最要紧的根，铺得开又攥得死，这才是真正的生意。妙啊！这么一来，天下的酒楼都得看咱们眼色。江丫头，你这脑子，老夫是彻底服了。这后半辈子，老夫就跟你把姜记开遍天下。二婶，府城那家酒楼你打理得极好，头一家分号就落在府城，往后你就不只是掌柜了，是咱们姜记的头一个加盟东家。加盟东家，我天下第一名厨，只是块敲门砖。往后，姜记的招牌要开遍这大邑的每一座城。